好，再回到环球大单线节目现场，这一趴节目的最后讨论哦，还是要关注在俄乌议题上面，究竟双方的和平落幕还距离我们有多远？现在俄乌战场的最新局势呢，从这个战争的天平，大家都知道，现在急速的往俄罗斯这边倾斜跟靠拢。那面对美俄设计好的这个28点和平计划的提案呢，乌克兰还有美国的官员在日内瓦会谈之后，双方把原本的28点版本，现在修改成了新的19点协议哦。当中几个核心部分，带观众朋友来看，包括了敏感的割地问题，还有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两国的边界线怎么画，还有俄罗斯的安全保障，你该怎么承诺之后不要再继续的西进等等的。那这个问题哦，等于是泽伦斯基还有乌克兰又把这个问题呢丢回给了川普，丢回给普丁，这些敏感问题，反正我就原封不动，你们回去再想一想吧。但是呢，这个川普宁愿先跟习近平主席先做热线通话，对于泽伦斯基丢回来这颗球，他也不急着接，他就先让你再放在旁边冷却一下，先不理你。那这有什么样的政治意味？19点下来，但是美方并没有积极的去处理。那乌方改版后的这19点呢，传递的关键讯息，介大使是不是可以带观众朋友来解读一下？我想美方会让这个28点变成19点哈，绝对不是怎么样删掉敏感部分。绝对是把敏感部分删掉，因为我们光就谈判的技巧来讲的话，现在谈判很奇怪，它都是多目标的谈判。我这个谈判我有28个目标，对不对？那这28个目标，我就要让所有人可以得到你所得的，然后呢，你去宣称你的胜利，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别方也可以得到他的所得，大家都宣称胜利。是，这个是现在谈判啊，国际谈判里面最大的特征，就两造都要宣布胜利。那现在这个部分，我认为割地的问题啊，这个边界的问题，这些问题啊是最敏感的部分。那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第一个，川普也白谈了，因为普丁不会接受，普丁不会接受，因为这个其他加入了很多，就是说，比如说我认为那个都是怎么样，都是伪旗。为什么？比如说战后乌克兰能够保有军队是多少？60万人，乌克兰现在就120万人，你把它裁掉一半，那这个就是一个伪旗行动。为什么？我到时候一定让你乌克兰觉得说，我给你加到100都可以，我给你加到80都可以。乌克兰谈判者会说，你看，本来60我多厉害，我谈成80，对。然后呢，加入北约的问题，那这个东西要写入你的宪章。写入你的宪法里面，叫乌克兰原始叫你写入宪法，我不加入北约。那这个最后的话，这个我认为是一个伪旗。为什么？到时候一定给你放。到时候那就不要写到宪法里面，写到你宪法里面，你泽伦斯基不是乌克兰的历史罪人吗？所以他这个会放。那我认为现在会放的都是这些。可是这场战争最敏感的，我说就不写入宪法，不是说你可以加入北约，你让他不加入北约，你还有很多方式，可他偏偏选了一个最难的方式，然后让往后退，最后就是说那就是说这个北约要做出承诺不加入，不让，其实这也是个伪命题，因为北约是共识决要一个国家反对，美国反对就好了嘛，对不对？哪有什么保证？对，那现在这个另外一个就变成。还有就变成就是说，你现在还有很多，比如说泽伦斯基在和平以后，总统必须30天内改选。那后来就说，哎呀，这个不好吧？我们3个月之内改选，我们改成6个月好不好？我认为最后28条，最后因为他们都不讲实际的，我是在这个层，所以变成19条，对不对？现在撤掉了9条嘛，这9条我认为都是不核心的部分。然后是让乌克兰能够下台的，他回去跟乌克兰讲，你看我已经怎么样，很有尊严的争取到乌克兰的尊严。因为泽伦斯基在演讲的时候，这个28条一曝光以后，他讲我们现在2个抉择，一个是什么？失去我们的尊严，对；一个是失去我们的关键盟友，对不对？那他这2个本来尊严就比较重要哪里说关键盟友今天是盟友，明天又不是盟友。那他怎么把这个2个来讲？可是我认为他基本上要遵回尊严的话，
他又不失去盟友的话，目前那个9点都是不重要，是对重要对俄罗斯讲关键的点，尤其领土问题，我认为是不会变的。没错。好，这一次美跟乌的代表齐聚在瑞士，现场谈判传出火药味十足啊！因为美方有人抱怨说，乌克兰一直在带媒体风向，要求美方来替这个19条的方案背书。那么现在把解题人又回到了川普跟这个普丁的身上，这个球要怎么接？其实他们也不太急啊，尤其是上次哥你观察居中协调。但是也想分到一些好处，作为这个成本回收的美国，现在该给予乌克兰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吗？还是说，反正上次一样也谈失败了嘛，我就撒手不管了？俄罗斯继续在战场上予取予求，然后消耗乌克兰的元气。圣诞节今年估计又是在这个战争中度过，大家继续打，继续推，直到你乌克兰面临到临界点，你必须要妥协，你要失去你的尊严了，是这样吗？我认为现在整件事情，无论现在28点到19点在内容当中当然很多的搏斗，可是大家一定要了解到，这个28点，也就是说，包括卢比欧，包括先前他是由他们的陆军部长带着这个到乌克兰，先给乌克兰他们来看。要知道这28点可是俄罗斯他们派人到迈阿密，跟美国方面也是谈了3天嘞。也就是说，这个28点并不是一个匆匆忙忙。这个从容连滚带爬出来的部分的结果，它其实还是美国、俄罗斯谈了3天的结果。我觉得我们要拉回到川普啦。我觉得川普无论如何要注意，大家要注意一点，川普他如果没有在今年把俄乌战争搞定，对他来说，他会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因为周围他在今年就任之后已经折腾了连滚带爬1年，而且不要忘了，在这个28点出来之前，川普又说了感恩节之前要签了，所以我觉得川普并不是说无所谓，我认为川普有个急切性，而且不要忘了，川普在整件事情上来讲，已经把我跟泽伦斯基觉得泽伦斯基好难搞，他们有很多的部分的军人冲突，而且每次川普在面对俄乌战争之后，他始终都要提到说的部分，因为他是帮拜登擦屁股啊。也就是说，整件事情他没有自己要去认，或美国要去接受，他觉得这是拜登搞的鬼，而且现在泽伦斯基不把这个事情结束，所以我认为川普有一种急切性，特别到越接近年底，而这个28点也不是很突然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的状况是在这次谈的部分，我认为卢比欧把事情搞砸了。我个人是这么看，因为都知道，在整个过程里头，不只是这个28点传出，先让英国金融时报先曝光，后来美联社又大曝光，所以才会整个国际上的舆论针对于28点的内容开始有很多的部分指责，包括欧洲、包括欧盟的国家跟乌克兰还有很大的底气。泽伦斯基录了个10分钟的视频，然后讲的这个热血澎湃，仿佛整个舆论都站在乌克兰这里。可是明明在整件事情，你觉得是？整个美国部分是大家来争了吗？其实现在卢比欧是要按照道理是要执行川普强烈的意志，要逼泽伦斯基就范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当中是谈崩了，而没有最后能够让川普希望在感恩节或快速的在今年有个结果，而现在开始又出现分叉，乃至又回到原点。我认为川普一定会很不高兴。要知道，大家要知道，商人的性格是这样，他不会永远一直认赔下去。到某个时间点之后，他立刻仓促收场，他不会再有继续的纠缠。我认为川普的容耐是有极限的，而且一旦泽伦斯基又回到原点，他对泽伦斯基的谴责或压力会更大了。是。好，现在川普总统的确是比较急了啦，因为上任到现在，他诺贝尔和平奖没拿到就算，这场战争还是没有办法如他的意哦，在美国的这个斡旋居中下，尽快的结束 ，everybody happy 过圣诞节，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另外一边的普丁就不一样喽，反正我跟你美国制定出来这28点，你改动我就不认，我们战场上继续打嘛。现在胜利的天平是我这边在进行，所以我们看到。俄军这几天的行动又是一连串的收获啊，包括了击落的乌军的无人机，继续轰炸你的首都基辅，打击你的士气。乌克兰全境都发布这个飞弹警报，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红军城等等都无一幸免。我还记得干哥去年我们还在讲这个红军城被围困有多惊险的情况，都打到现在2025年的今天了。当前的局势究竟对乌克兰有多不利？这个乌国士兵他们的圣诞节应该很难过了吧？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就是说我们讲了有1年了，那你说，不管
红军城或者是库皮扬斯克啊，都还没有拿得下来。那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也觉得战事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可能普丁不想马上把那个套索给勒紧，免得把你给勒死啊，这有可能。但另外一种可能也是因为战争的持续，也许是政治人物的筹码，不要忘了。所以这个28点现在已经缩小到第19点啊，你就会觉得这里面这些重要的这些，就是说那个它里面的条文哈，说句实在话，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是很惊讶。我想俄罗斯也不能接受，乌克兰也不能接受，你知道为什么？其中有一点讲给大家听，他就是说，乌克兰将获得全面的重建与资金补偿，补偿要从哪里来？从欧洲各国在那个他们银行里面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里面这样子来的，然后从俄罗斯的资产冻结的这个金额里面拨补出来重建乌克兰的战后的这个秩序的话，那全部拨完了才能够还给俄罗斯。普丁现在是口头是答应的，你觉得他真的会答应吗？我很怀疑啊！我讲一句实在话，我很担心。还有一点，他说，俄罗斯将把不侵犯欧洲与乌克兰的政策要写入法律。刚才那个大使有讲到，写入什么法律？写了这条法律，我可以再另外立一条法律，意思就是说，俄军绝对不能够越过易北河打过来。西德当年在易北河部署了1万辆坦克，对面的华沙公约组织是4万辆 A10攻击机就是这样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到那个像蚂蚁一样多的坦克要过河来的话，你只用 A10去打它。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28点变成19点，它的意义不大。它的意义是在哪里？是说俄罗斯不能够再进犯北约国家，甚至乌克兰，美国或是北约也不在乌克兰境内驻军啊，除非是暂时。这些话都是多余的。我认为最近俄罗斯的军队的进展，代表乌克兰的抵抗越来越弱。你可以听到，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只剩下用无人机了，它没有实质的作战能力了。其实老实讲一句，无人机已经划开了一个新的时代。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工作交给无人机去做，可是到最后的实质占领，还是要真的士兵来完成。现在俄罗斯是按兵不动，但是就看泽伦斯基要怎么样接受或不接受这19点的计划。他接受了，整件事情可以说是可以让大家觉得说松了一口气。可是我觉得川普没有什么耐性的。川普现在已经觉得说，你们到底要怎么样？我已经想尽办法把你们2个都撮合了，连不能求的习近平我都求来了。那还要怎么样？那现在难道说我今天川普？当然，这其中还有一点这个在重建基金里面